各位朋友，最近的一大段时间里边，老有粉丝啊在后台问我，浩哥，你说的那个敖德萨羊驼啊，王吉贤怎么样了？是不是那个被普京的大导弹给那个是吧？那个扬了呀？没有啊。那个今天呢，我那个看到了他最新的消息，把我的下巴差点惊掉了，你知道吗？你某种程度上来讲的话，这个王吉贤呢，也不是那种又蠢又傻的那种纯反贼，他还是有点自己的脑子啊。这家伙呢，现在呢，你猜怎么着啊？竟然跑回到中国北京去啃老去了，而且带着他那个乌克兰的洋媳妇。王吉贤是个妙人啊！最初的时候呢，他在那个敖德萨，王吉贤呢，在几年前我经常调侃他，到现在我这频道里还有他的一个专题呢啊，这是一个妙人。当初呢我就评论我说这敖德萨羊驼呢，他是个妄人，你知道吧？他这个精神上好像是有点那个有点毛病，因为他最开始在俄乌开战当初呢，他这个站出来在媒体上以一个中国人的这么一个视角支持乌克兰，谴责那个俄罗斯，而且呢他在视频里叫嚣要和普京单挑，普京你有种来，我跟你单挑，而且呢把这个横渠四句挂到嘴边上那个什么为万世开太平，你说这种虎狼之词你说是他一个文盲能够说的吗？是吧？我觉得他是个妄人，当初是吧？后来呢，这个他就出名了因为他在这个海外的媒体上呢这个打着这种什么华人视角支持乌克兰的这种那个当时呢西方媒体急需这么一个反贼的标本，于是呢这个各大的这西方的反华媒体基本上都报道了这个乌克兰羊驼。这王吉贤当初你看说的多么的强硬啊，说被删号的王吉贤抱歉站久了不会下跪。他说中国媒体把他给删号了，他站久了他不会给中国媒体跪下你看美国之音当年都采访过他那位说他现在呢，他现在不是说不跪吗？他跪了吗？因为现在那个普京发狠了，也不知道谁把他给点醒了现在呢普京是逮着敖德萨是一顿猛炸，要把敖德萨给炸平了。现在民生设施、港口、船舶都进入了这个俄罗斯导弹的这种打击的范围，所以敖德萨呢是天天挨导弹这个反贼王吉贤干嘛去了？好像反贼当不成了。前2年呢，这个王吉贤这只妄人呢，还有一个这个特有意思的事儿，就是呢，他呢在他的油管上呢上传了他在他家里边拍到的敖德萨遭受轰炸的情景。结果呢，这个王吉贤这个当反贼是有很多人恨他的，有人把他举报到乌克兰的这个国安部门去了。然后呢，乌克兰的国安部门就以战时的条例要判王吉贤5年不是要判王吉贤那个多少年，10年20年然后呢这个王吉贤呢就被抓起来了，据他自己说在那个乌克兰的监狱里受尽了凌辱，而且还给他打了这个不明的这种这个液体，因为他在那儿当时情绪呢是非常的激动，崩溃了那个有人就开玩笑说给王吉贤打的是化学阉割剂，那倒不至于，应该是强力镇静剂。然后呢，乌克兰的这个政府是非常腐败的就是王吉贤说你要不判你无期，然后呢你就得拿钱，然后王吉贤好像是把家里的那个老人的养老本全给
你拿出来交了一个罚款吧，我估计得交个10万8万美元的吧，啊，然后呢给他判了一个缓刑，就是在乌克兰缓刑5年，啊，这个差不多了，好像这个现在王继贤能够回国，那也是因为啊这个表现良好啊，又送了礼了之类的呀，所以他的缓刑应该是解除了，他现在能够离开乌克兰了。第一时间，普京这是不想给乌克兰任何活路了。据路透社8月9日报道，俄罗斯当天再次对敖德萨发动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敖德萨港基础设施受损，当地官员称有10余人受伤，部分城区和关键设施一度停电。俄国防部则声称，俄军打击了敖德萨和附近黑海港口内供乌军使用的燃料储存设施。与此同时，另一处看起来没有港口那么显眼，实际价值却相当高的目标也出了问题。位于马亚基附近，属于 M15 敖德萨雷尼公路的重要桥梁遭到打击。乌克兰国家边防局随后公开确认 M15 部分路段临时限制通行，前往乌克兰与摩尔多瓦部分边境口岸以及由这些口岸返回敖德萨的车辆都受到影响。这座桥对乌克兰来说是非常要命的。M15 公路一路向乌克兰西南方向延伸，连接敖德萨和雷尼，并通往伊兹梅尔、雷尼等多瑙河港口以及摩尔多瓦、罗马尼亚方向。俄军没有把多瑙河炸断，却打在敖德萨通向多瑙河港口的重要公路咽喉上。摩尔多瓦边防警察8月9日也发布通告，由于马亚基、乌多布诺耶附近桥梁交通暂停，帕兰卡和图多拉等口岸一度调整车辆通行方向。黑海出口受压之后，乌克兰越来越依赖多瑙河港口承担备用运输任务。现在俄罗斯已经把火力顺着物流链从海边向内陆交通节点延伸。7月以来，俄罗斯对敖德萨地区港口、船舶和相关基础设施的打击明显加强。路透社近日称，乌克兰方面已经在考虑扩大铁路、公路以及多瑙河方向的替代出口，但乌农业部长塔拉斯维索斯基承认，这些备用线路到8月底才能逐渐提高运力，即便如此，能够承担的运输量预计也只有此前海运规模的1半左右。多瑙河本就不是一个可以无缝替代敖德萨黑海港口的大号备胎，本身运力就有限，再叠加公路、铁路换装、跨境运输和港口吞吐能力等限制，很容易出现瓶颈。而俄罗斯现在干的就是盯着这些瓶颈打。此前，敖德萨黑海港口承担了乌克兰绝大部分粮食和植物油出口，持续袭击已经让乌克兰黑海港口粮食出口能力损失约1/3，月度能力从大约600万吨降至400万吨左右，超过 90% 的相关农业出口原本经过敖德萨地区港口。部分国际船东因为安全风险停止靠港，保险、运费和运输周期也随之上升。大海还在，海上的路已经没了。现在针对多瑙河的打击也是一个思路，河还在，但货物很难进入这条河。而这些备用路线本来就比黑海海运细得多，伊兹梅尔和雷尼能够通过多瑙河进入罗马尼亚方向，再接入欧洲运输体系。可货物想从乌克兰腹地进入这些港口，同样离不开铁路和公路。马亚基桥就是其中一个十分敏感的节点，它甚至早已进入乌克兰政府自己的重点加固名单。2026年4月，乌方宣布投入 7.18 亿格里夫纳，加强乌克兰西南部、摩尔多瓦和多瑙河港口之间的交通联系，其中明确包括修复此前已经遭到打击的马亚基桥。乌方当时给出的理由是要建立备用公路连接，加强与摩尔多瓦以及多瑙河地区港口的运输联系，降低关键基础设施的脆弱性。这句话现在看起来多少有点讽刺。当地时间日11号，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在社交媒体上说，基辅市区传出爆炸声，该市遭到弹道导弹袭击。目前，首都基辅及乌克兰多地已启动防空警报。因为老有粉丝问我啊，我也时刻关注着我原来的这么一个这个频道里调侃的吉祥物这个敖德萨羊驼的近况。哎，我突然发现了啊，这个王吉贤在他的这个油管频道，他这个油管频道很久没有更新了，但是呢，他突然放出来了一段短视频，这是他的那个乌克兰的媳妇啊。他这乌克兰媳妇以前呢，跟那个王吉贤一块搞什么呢？搞 SM 的那个事业啊，好像是有一阵说在那个 OnlyFans 里边也想搞那个泛黄收费的事儿啊，后来也没搞成。这王吉贤是个妄人啊，他就是基本上搞啥不成。在这个乌克兰要搞什么烧烤啊，要搞商业联盟，最后要搞什么无人机，要搞 AI 智能，反正是他想其一出是一出，是个妄人啊。他媳妇我发现回北京了啊！你看他媳妇回北京了，那王吉贤肯定也是回北京了呀。
我看看你什么表情？我看你表情什么样？这个怎么吃呀？蘸一半，哎，特别过瘾，特别过瘾，特别过瘾。哎呀，这是我教他怎么吃的。哦，屏住呼吸啊，先嚼，别吸气。嚼了咽，嚼了咽。这脑味儿都在嗓子里了。如果呼吸的话，都在鼻子里；如果不呼吸，你要呼吸就进鼻子里去了。我让看你爸怎么吃，我有时候就买这个。别吸气啊，屏住呼吸吃。看他那表情。我这个说。让我看看你什么表情？我看你表情什么样？这个怎么吃呀？蘸一半，哎，特别过瘾，特别过瘾，特别过瘾。哎呀，这是我教他怎么吃的。哦，屏住呼吸啊，先嚼，别吸气。显然啊，这是王吉贤的父母显然这也是这个王吉贤在北京的家啊，是吧？那有人说了，那王吉贤是不是他自己留在乌克兰？那不可能啊，他自己留在乌克兰，他媳妇怎么回去了？那有人说，那王吉贤那不是那个反贼吗？那中国政府能让他回去吗？说是王吉贤，说实在的，中国政府连那个膀胱都不会看他一眼。像这种在海外的这种这个擦边的小反贼有的是，中国政府管都管不过来啊。他在中国官媒也报道过他当做一个反面的例子报道，但是当时没给他定性他是反贼。这个王吉贤是想在海外吃反贼这碗饭，无奈呢，他是这个嘴跟个棉裤腰似的，这个脑子也不灵光所以呢，互联网这碗饭呢，他也没吃上。所以你看他在4月份的时候，还在阴阳怪气中国政府呢。去他妈的某境外组织，直接让他点名是谁，就好像境外组织都无聊的冒泡一样。我希望你繁荣富强，国泰民安，民主宪政，你倒是做呀！这都是你们自己写进党章宪法里的。4月28号的时候，那个时候普京还没有炸敖德萨呢，还在阴阳怪气中国政府呢。结果呢，到了8月份的时候，敖德萨将会被炸成一片废墟了，也有很多人当初把王吉贤的坐标都给捅给俄军的电报频道里了，有些人恨他，你知道吗？这是反贼当不成了，再在敖德萨没准就给那个普京给做成馅儿了，带着自己的洋媳妇跑回中国去了。他的7月2号的推特上就已经显示他和他媳妇在北京了。也是中国政府那有人说，那中国政府还是太宽容了，像这种反贼你不允许他回国不行吗？那人家王吉贤拿的是中国护照那中国公民你回国那你不能拦着人家吧？中国政府还我告诉你那中国政府还对中国的公民那绝对是1等1的好像这种就别说王吉贤这种擦边的反贼了。我说了嘛他呢是有点傻有点精神病，但是呢他不是一个蠢人他说的都是些擦边的话，没有明目张胆的那个反政府，知道吧？所以这家伙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他到中国大使馆说我要回国，那中国大使馆也不能这个不让他回去他回去以后顶多也是当地的管片民警把他给叫去，对吧？叫去以后说你现在知道那个祖国好了吧你以后你别胡说八道的了那王吉贤干嘛不成我估计回国也就啃老去了，他爸妈至少有个18000的退休金，是吧？你们说呢？点个订阅，咱们下期再聊。